俄罗斯又帮我们趟雷了。俄乌冲突战场出现了一个美国的新玩意儿，对中国来说，这东西可比什么海马斯的威胁要大得多。大家好，我是施涛。最近乌军开始了对俄罗斯方面的大反攻那么在卢甘斯克市乌军就组织了一次空袭。那么在这个空袭的这个现场出现了这个 ADM-160 微型空射诱饵，也就是 MALD 的这个残骸。那么这个残骸是美国秘密援助给乌克兰的，这个东西威胁那是相当的大的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这个 MALD 原本是用来模拟这个特定的目标的信号，那么美国呢用 MALD 再加上哈姆反辐射导弹，再加上 JSOW 防区外攻击武器，组成了美国空军的一个强击的这个网络。也就是说，在对重点目标要进行空袭之前呢，美军的机队会先发射这个 MALD 空射诱饵，诱骗对方的这个防空系统开机雷达开机。那么在锁定了对方雷达系统之后呢，用哈姆反辐射导弹把这些防空雷达给敲掉，把他们的眼睛给挖瞎。那么在解除了这个防空威胁之后美军的战机就可以大肆的使用包括了 JSOW 包括了捷达姆等等在内的这些武器对地面目标进行攻击。那么我们看乌军现在其实已经基本上得到了这一套美军体系一方面是我们看到了这一次 ADM-160 已经出现在了俄乌冲突的战场，那么二方面的哈姆导弹乌军前阵子已经在战场上应用了，三方面就是 JSOW 这类的防区外攻击武器，实际上大家能够匹配上，那就是前两天英国刚刚提供的风暴阴影巡航导弹。也就是说，乌军已经在俄乌冲突的前线模拟形成了这么一套美军空军攻击体系的这个简化版。那么这件事情实际上对解放军来说是非常有参考借鉴的意义的。大家都知道在预想的这个台海冲突的这个一线美国想要动用的是他们的 B1 以及 B21 系列的这个轰炸机。那么在其他飞机的伴随下，挂载大量的我们叫拉斯姆反舰导弹对我们的渡海登陆船团进行这个所谓的半渡而击。那么在半渡而击之前呢，他们必须要进行防空系统的敲除。那么这里面就会用到这一套作战体系，也就是 MALD 空射诱饵再加上哈姆的这一套体系。那么这一套体系实际上我们要说对我们解放军届时台海作战威胁是非常的巨大的。这个空射诱饵它看起来是一发小小的这个像小飞机一样的这么一个东西外形呢就有点像巡航导弹，但是它能做到的与其他的导弹不同其他导弹呢是要隐藏自己的信号与目标实现突防，它呢是千方百计的要放大自己的信号，或者说呢要模拟一些其他的飞机的这个信号特征，诱骗防空导弹锁定它进行打击。如果它被打中了，那也无所谓这是一个低成本的诱饵。如果没有打中，那这些防空雷达就彻底暴露，后面跟的就是美国的这种叫做野鼬鼠作战，也就是对雷达的这个反辐射作战。那么可见这样的诱饵一旦在战时大量的布撒开来，对我们的防空系统特别是雷达来说是非常非常巨大的威胁。如果中计了，那么我们的这个防空系统有可能就要瘫痪。因此我们也看到在这一次俄乌冲突的前线俄方它是没有料到美国会军援这个 MALD 系统那么俄方的防空系统最近已经开始出现了损失。那么这个损失本身就是在这个诱饵的诱骗下雷达开机的这个结果。后续呢，我们还要继续观察美国的这些空射诱饵在俄罗斯的表现。那么我们也要针对性的发现这个空射诱饵它的薄弱的这个环节与点然后呢，我们进行针对性的防范与还击。毕竟未来在美军的设想中这个空射诱饵加上反辐射弹加上反舰导弹的这么一套体系将会对解放军产生巨大的杀伤作用。对此呢，我们也确实是不得不防。大家对这期话题有什么看法？欢迎在评论区和我交流，也感谢您的关注、点赞、转发、支持。咱们下期再见。